妹妹迷上替身文学，仅仅因为我男朋友眼角下的一颗痣像他死去的爱人，她便爱得不能自拔。为此，她不惜整容成我的模样，模仿我的声音和一举一动，甚至为了彻底取代我，让我消失在这个世界。在我结婚前一天，她迷晕了我，将我困在别墅，一刀一刀划破了我的脸，将我的皮肤一片片割下，最后一把火烧了整栋别墅。我含恨而死，再次睁眼，却回到了他求着我让我把男朋友让给他的时候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姐姐，求求你了，你把审计哥哥让给我吧。清纯可怜，宛如小白花一样的柔弱女人跪在我面前，苦苦哀求着。她双手捂着脸，泪水从指缝里不停地往外流，任谁看了怕是都会心疼。江婉婉抽噎着，姐姐，我已经失去一次爱人了，我不能再没有审计哥哥了呀！没有他的人生，我情愿去死。他一口一个审计哥哥，述说的像爱人那般缱绻，哭得又这般可怜，衬得我就好像是小说里的恶毒婆婆，要拆散他们这对有情人。可谁能想到，他口中的审计是我的男朋友，他是我相恋数十年的爱人，是即将和我在一个户口本上的未婚夫，也是江婉婉名义上的姐夫。而现在，我的好妹妹却跪求着我，让我把男朋友让给他，仅仅因为审计眼角下的痣，像极了不久前江婉婉死去的男朋友。大火灼烧的剧痛和窒息仿佛还将我包围着。我从痛苦和恍惚中清醒过来，看着眼前这个我一手带大、视作珍宝的亲妹妹，表情是从未有过的冷漠。好啊，那你就去死吧！上辈子，直到我被大火活活烧死时，我都想不通，我到底是怎么养出了一条白眼狼。爸妈很早的时候就因为车祸过世了，只留下了12岁的我和5岁的妹妹。我一人撑起这个家，撑住这个摇摇欲坠的公司，哪怕再苦再累，也要把最好的留给我在这世间唯一的亲人，我的妹妹江婉婉。后来，我也即将迎来属于我自己的幸福。我要结婚了，和一个爱了我很多年，我也深深爱着的男人结婚。因为种种原因，他和江婉婉从未见过面，所以我专门找了个时间，将我的爱人介绍给我的妹妹。我从未想过，这会成为一切的祸端的开始。我满脸笑意地和江婉婉介绍她的未来姐夫，眼里的爱意都快溢出来了。我本以为江婉婉会像以往那样亲昵地挽住我的手，然后对着审计叫声姐夫，却没想到她整个人呆愣在原地，渐渐的泪珠一滴滴滑落。江婉婉死死盯着审计眼角的痣，甚至缓缓抬起手打算上手摸。审计皱着眉头避开，他退后一步，看向我的目光带着一丝委屈，仿佛在说着他扒拉他。我安抚地握住他的手，眉头微蹙。婉婉，江婉婉如梦初醒般狼狈地抹着泪，对不起，我就是。他目光直直看着审计，你长得好像我的一位故人。审计被江婉婉那宛若情人般的眼神看得脸瞬间黑了，我的目光逐渐冷下来，眼神也带着些匪夷所思。江婉婉口中那位故人，再结合她那夸张的神态，我自然能猜到是谁。那位不久前因她死去的男朋友，那个人我也见过，和审计不能说一模一样，只能说完全不像。硬要鸡蛋里挑骨头，就只有审计眼角下那颗痣。江婉婉的男朋友也有。我黑人问号脸，这不能吧？江婉婉还没意识到气氛有些凝固，破涕为笑。她朝着审计伸出手，审计哥哥你好，我是婉婉，不是姐夫。
而是茶里茶气的审计哥哥。这顿饭到最后自然是没有吃成的。审计跟我说了一声后直接离开，我也没有心情再和江婉婉吃饭了。江婉婉似乎被审计的态度伤到了，又在那掉眼泪。我眉头狠狠一跳，但到底是养了这么多年的亲妹妹，以为她还沉浸在男朋友去世的悲伤下不能释怀。我耐着性子开解她：婉婉，审计和齐深一点都不像你。我的话还没说完，她就捂着脸跑走了。江婉婉消停了几天，我本以为她是想开了，刚松了一口气，没想到转眼间她就跪在我面前，苦苦哀求着我，让我把审计让给她。看着手机里审计发来的消息，我才知道江婉婉这几天其实一直都在她公司蹲点。我眉间染上怒火：江婉婉，你是不是疯了？面对我的质问，江婉婉没有一点对勾引自己姐夫的歉疚和心虚，她跪在地上，苦苦哀求着我将审计让给她，说着她已经多么可怜了，不能再失去一次爱人了。姐姐，你不懂，审计哥哥眼角下的那颗痣和齐深一模一样，我控制不住去爱他呀。这辈子一向将优雅礼貌贯彻到底的我，第一次爆了粗口：江婉婉，你他妈爱的是一颗痣吗？他被我的话整愣住了，回过神来，眼里带了几分屈辱，俨然觉得我在侮辱和践踏他高尚的爱情。我深吸了几口气，努力压制着自己的脾气。你既然那么爱齐深，为什么却因为一颗痣轻而易举地爱上别人，而不是去关心他的家人？我冷笑出声，毕竟他的死可有你的一份功劳。一瞬间，江婉婉好像失去了所有力气，跌倒在地上。她表现得如此深情，倒是差点让我忘了她以前可是个不折不扣的渣女海后。江婉婉奉行的情感原则，便是给所有的爱她的人一个家，而齐深只不过是她鱼塘里的一条鱼。青春洋溢、对感情热烈真挚的男大齐深，还未被社会这个大染缸查毒，他被江婉婉钓得晕头转向，沉浸在这段虚假的感情里不能自拔。可惜还没1年，江婉婉就玩腻了，她转眼投入别人的怀抱。江婉婉看着从小规规矩矩在条理框框里长大的齐深苦苦挽留，心里多了几分恶趣味。既然你如此爱我，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吧。诺，看到那条死亡赛道了吗？只要你上去跑一圈，我就不和你分手。逗狗一样的话，却让那个傻小子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人死了才知道珍惜。自那之后，江婉婉没再和别的男的你侬我侬，但可笑的是，她每天都感觉活在愧疚中，活在对自己感情醒悟的太晚的悔恨中。她并没有太多的表示了，甚至她从来没有去看过齐深的家人。一手带大齐深的奶奶在听说他的死讯后，直接进了 ICU。我接到消息，紧赶慢赶地赶回去帮江婉婉擦屁股。而在我提到让江婉婉去医院探望人家时，他却用看到齐深的家人会愧疚为理由搪塞我。江婉婉没再说话了，她不发一语地往外走。第2天，她只给我就留下一份信，就出国了。信中写满了她为这段日子以来的胡来感到抱歉。她说她对不起我，更对不起死去的爱人，所以她决定出国散心。却没想到，在婚礼前1天，江婉婉把我迷晕捆在别墅里。我目露惊恐地看着那张和我一模一样的脸，看着她缓缓抚上自己的脸，勾唇轻笑：怎么样，姐姐，像吗？她的声音都和我有10成像。若非姐姐这个称呼，我恐怕做梦都不会想到，眼前这个整容成我模样的女人，会是我的亲妹妹江婉婉。过多剂量的迷药让我浑身无力，我努力撑起身子，警惕后退，
却被江婉婉扯过头发拽了过去。姐姐，你害怕了吗？你可知道，为了这副样子，我花费了多少精力？他此刻的模样，宛如从地狱里爬上来的恶鬼。我强迫自己保持冷静。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江婉婉像是听到多么好笑的笑话一样笑了起来。姐姐难道看不出吗？我自然是要彻底取代你啊！她眼神骤然狠厉下来。你可不要怪我呀，姐姐，谁让你不把审计哥哥让给我？那我只好自己动手抢喽。明明你已经拥有那么多了，却还要那么自私，将所有好东西都霸占着，还时刻装出一副为我好的样子。我是什么需要你施舍的乞丐吗？这一切只能怪你自己。我不可置信，这些年来，每时每刻我都不敢懈怠。我努力地撑起公司，将最好的东西献给自己的亲妹妹，到头来却只剩一句自私。所有人都拿你和我比，凭什么所有人都觉得我比不过你？凭什么我只能活在你的阴影之下？公司是你的，你还有个深爱着你的未婚夫江宪瑜，你怎么那么幸福啊？瞧瞧这脸，还有这滑嫩的皮肤。江婉婉的手一寸寸抚过我的肌肤，下一刻手起刀落，她一刀一刀划破了我的脸，将我的皮肤一片片割下。她解气地大笑着：“姐姐，别墅里我都泼上汽油了，等你死后，我就是江宪瑜了。而死在这场火灾里的，就只有江家二小姐江婉婉。”我倒在血泊中，视线渐渐模糊。突然间，别墅大门被推开，沈记捧着一束鲜花走了进来，脸上是难掩的幸福之色。他看着安静到可怕的别墅，微微皱了皱眉。阿瑜，江婉婉没有料想到他会突然过来，急忙掩上门。通过门缝，我看着他，模仿着我的样子，走向我的爱人。江婉婉还未出声，沈记突然出手，死死掐着他的脖子。你不是阿瑜，你把阿瑜怎么了？江婉婉已经没有空闲去想为什么明明是同一张脸，甚至一举一动都模仿到了，沈记却还能一眼看出他是个冒牌货。强烈的窒息感将他包围，在求生的本能下，江婉婉颤抖着手指向我所在的屋子里。沈记将他狠狠甩在地上，谦谦君子的他此刻近乎狼狈地向我跑过来。我努力睁着眼睛，想最后一眼看清我的爱人，将他的身影牢牢印在我分脑海中。可眼泪却不争气地拼命往外流，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，意识渐渐消散。我感受到他无比疼惜地将想我抱在怀里，却因为太多伤口，不知道从何下手。从小到大，几乎没有怎么哭过的男人，此刻哭花了脸。我的唇角挤出一抹笑，想抬手为他抹去眼泪，却怎么也摸不到。沈记小心翼翼地捧着我的手贴在脸颊旁。阿瑜，阿瑜，我在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他抱起我往外走，身体被剧痛支配着，我颤抖着手去推他。快走，你快走！沈记知道了江婉婉的所作所为，他不会放过江婉婉的。同样的，江婉婉也不会让一个知道他罪行的人活下去。沈记没有回应我，只是抱起我往外走。分秒间，屋内燃起熊熊大火，大火几乎快将我们吞噬，周围的建筑物开始坍塌，前方的路被阻挡。沈记却依旧将我死死护在怀里，他和以往那样温柔地对我笑着，安慰我：“别怕，阿瑜，我在。”他想带我走，可没用的，他带着我就走不出去了。被刀割的痛苦没让我掉一滴泪，可此刻我却再也忍不住，声音里带上了哭腔：“求求你了，沈记，别管我了，你快走吧！”火势蔓延四周，响起剧烈的爆炸声，全部的路都被堵死了。沈记停下脚步，他的皮肤被过烧得不成人样，
他的额头轻轻贴靠向我的脸，温柔地蹭了蹭。生命的最后，我听见了挚爱最后的一句话：阿鱼，我会永远永远陪伴着你。我和我的爱人本来可以有个美好的将来，可这一切全都被江婉婉毁了，这让我怎么能不恨？看着眼前还在装可怜的人影，我再也抑制不住怒火，冲上去，用尽全身力气对着他那张宝贵的脸扇了好几巴掌，直到手心发麻，才缓缓停下。江婉婉怔怔地待在原地。从小到大，我对她万分疼爱，她还没从我的那一句重话中缓过来，就被我扇巴掌。良久，江婉婉大声咆哮，声嘶力竭地向我质问：江宪瑜，你打我？你凭什么打我？我冷笑一声：你都能那么不要脸地说出这么违背伦理的话，我打你怎么了？江婉婉不知道的是，此刻我强压着自己的恨意，如果可以，我不仅想打他，还想拿刀捅死他，可是我不能。上天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，就说明了我命不该绝。我的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我的手上不能染上这个垃圾的脏血，而且一刀捅死他太便宜江婉婉了，我要让他生不如死。我看着他，冷冷下达命令：现在立刻马上滚出我的别墅！江婉婉捂着脸，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却又拿我没办法，只能灰溜溜地跑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拨通助理的电话，把江婉婉名下所有资产冻结。我眼里全是嘲讽。江婉婉如今20岁了，可她却没有一份工作，整日只知道花天酒地，拿着我的钱去钓鱼。更可笑的是，江婉婉当初出国整容成我的样子，花的也都是我的钱，真是我的报应。如今我倒想看看，没有了钱，别说出国，江婉婉连事都出不了了，她还能翻腾出什么把戏？找人盯紧江婉婉，顺便手指在栏杆上无意识地敲了敲，一个人影在我脑海中划过，我眼里闪过兴味，向 B 市那边透露点消息。江婉婉既然那么缺爱，都能肖想自己姐夫了，那我这个当姐姐的自然是要给他找一个又爱他又有志的人啊。 B 市那个疯子可是找了他很多年呢。江婉婉被我赶出去后没地方住，又和他鱼塘里的鱼混在一起。昏暗的酒吧里，男男女女举着酒杯在热闹的舞池里狂欢，而吧台那边，一个身穿白衬衫黑裤子的男人，浑身干干净净的气质和这里倒显得格格不入。我坐在最里面的包厢，看着那张脸以及他眼角下刻意去点的痣，缓缓勾起了一抹笑。演得真好啊！在那个人的刻意引诱下，很快江婉婉的注意力就全都被他吸引。不止他一个人，一个浑身写满富婆2字的女人快步向前，将一张卡塞进男人怀里，拉着他的手就要往外走。周围的人也都见怪不怪，只有江婉婉瞪大眼睛冲上去，将女人的手甩开。住手！男人的目光很快被江婉婉占据，在江婉婉没看到的地方，他的眼神充满了病态的占有欲。富婆看着像老鹰一样护着身后小鸡的女人，撇了撇嘴，没说什么就离开了。毕竟成年人讲究的是你情我愿，他多的是钱，再去包养几个小白脸。男人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江婉婉，你为什么包我？江婉婉就如同被下了降头一样，再次做出那违背常理的动作。她伸出手，这一次面前的男人没有避开，他的手缓缓落在了男人眼角的痣上。江婉婉眼睛泛起泪花，因为你长得好像我的一个故人。再次听到这种恶心的话，我翻了个白眼，喝了口冰红茶，将那股生理性的反胃感压下去。男人却不这么认为，他勾起一抹意味不明的笑。是吗？我叫陈燕，
很高兴认识你。他眼里流露出些许期待，可江婉婉听到这个名字，并没有什么反应。他笑意盈盈地伸手握了上去。初次见面，你好，我是江婉婉。他根本就没有记得他。一瞬间，陈燕眼底弥漫着阴戾的气息。可惜江婉婉沉浸在那颗痣中，无法自拔。否则，趁现在，他还能紧急避险一下呢。可惜没有。陈燕表情转变得很快，垂下眸。陈总，合作方到了。一个助理模样的人走上来，打断了这淤泥暧昧的氛围。陈燕勾起一抹意味不明的笑。那么回见了，江小姐。叮咚，我看向手机界面弹出的消息，立马提起包包，开开心心地向外走。看到 VIP 通道尽头那个倚靠在车旁的男人，我跑过去扑倒他的怀里，像吸猫一样狠狠汲取着他身上的气息，为自己充能。我蹭着他的胸膛，甜腻腻地开口：“你来啦！”沈记原本刻意装出来的冷脸，一瞬间破了功。他掐住我的脸蛋，知道我会来，还敢来酒吧喝酒。自从之前喝太多酒后，第二天头疼的难受，沈记就明令禁止我喝酒了。我没有，我喝的是冰红茶。我凑上去亲了他一口，没骗你吧？他忍不住笑出了声。阿鱼，你怎么这么可爱呀？亲昵了一番，沈记又有点担心。阿鱼到底是相恋多年的爱人，这段日子里我的不对劲，他怎么可能感受不到呢？尤其是再次见面的那一天，我紧紧抱着他，泣不成声的样子，差点把他吓坏。何况上辈子的痛，我怎么忍心让他和我一起承受？我轻轻抚平他眉间皱起的眉头，正如每一个惊醒的夜晚，他轻轻抚平我的眉时一样。放心吧，一切都会好的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他开口，毕竟重生这一件事，如果不是真实的发生在我身上，我也不可能相信。路上，沈记试探地开口：“阿鱼，我能不能稍微改变一下自己？”不可以，我立刻回绝。我一听就知道他想干什么了。沈记知道我有多疼爱江婉婉这个妹妹，但不舍得让我为难，又实在膈应。他肯定是想去把她眼角下的痣点掉。现在这么悄咪咪地试探我，也不过是因为之前我的一个玩笑。在知道他喜欢我对他表现出的占有欲后，我就开玩笑，以后他掉根头发都要跟我汇报，全身上下都是属于我的。我捧着他的脸左右揉捏，我不允许。沈记，你和那男的一点都不像，纯粹是江婉婉脑子有病。我抬头轻吻住他的眼角，我喜欢这里，你不需要因为别人而改变，而且我的家人只有你了。沈记愣了愣，他听得出我话里的意思，但他什么都没问。阿鱼，我会永远永远陪着你。陈燕和江婉婉很快陷入爱河了，邮箱里不断出传来他们恩恩爱爱的照片。我轻笑一声，江婉婉现在恐怕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吧，毕竟陈燕可是为她量身打造出这个她哪都满意的形象啊。可是，一条疯狗能把自己拴多久呢？江婉婉从高高的云端跌落下泥潭，生不如死的日子也该到了。1周前，在我不经意的透露下，陈家的太子爷已经来到 A 市。现在，陈燕整天忙得焦头烂额，她苦心经营的公司，在陈家这个庞然大物面前，也不过是纸老虎一个。陈家太子爷不可能放过陈燕的，毕竟他这个私生子的母亲可是间接害死了陈夫人。陈家太子爷怎么可能允许这种人在外面过得滋润？在陈家的可以打压下，商场上很快就没有陈燕的身影了。陈燕名下所有的资产都被法院查收，
他只能灰溜溜带着江婉婉住进一家破烂不堪的地下室。一开始，江婉婉还能勉强维持自己善解人意的形象，温柔地安慰陈燕，她会一直站在她身旁，直到她在商场买名牌刷卡，发现陈燕给她的卡被冻结，表情当场就变了。而一回家，发现别墅的封条，和陈燕走路到一个破烂的地下室后，她的神经瞬间崩了。江婉婉发了疯似的打砸东西，从小用金钱教养出来的千金小姐，怎么可能接受得了这么破落恶心的环境？陈燕一言不发，站在一旁，整个人显得诡谲阴暗。江婉婉觉得没趣，直接走人，又联系上了她鱼塘里的鱼。隔着车窗，我看着远处的两人，手指有一搭没一搭地敲着，眉眼全是兴味。这两人之间的火花还不够旺啊！于是，在江婉婉倚靠在别的男人怀里时，她收到了一段视频。垃圾桶旁残渣散落一地，腐烂变色的食物扒在脏污的地面上，还依稀能看到食物上长毛的霉菌。一个男孩趴在地上，瘦弱的仿佛都能被野狗叼走，纤细的脚腕上拴着不符合常理的狗链，那就是陈燕的过去。陈燕寄托了她那个小三妈妈全部的希望，她妈妈就指望着她来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。可她的出生并没有换来陈总一丝关注，她的母亲将所有的恨意都倾注在她身上，对她百般虐待。而江婉婉也是在那个时候和陈燕认识的。一个偶然，穿着蓬松公主裙的江婉婉看见了缩在角落的陈燕。她一贯喜欢装模作样，做出一番天真可爱的小太阳的样子。江婉婉想要将她爱的光芒普照大地，可事实上，她是喜欢通过施舍那些可怜人，来显得自己高高在上，不染尘埃。她也不给他实质性的帮助，只是拿着几千块吃腻了的巧克力，小跑到他面前：“小哥哥，这个给你，吃点甜的，生活就会甜甜的哦。”这一下就让陈燕记了一辈子。在他的记忆中，这是唯一一个不带鄙夷眼神看他还对他好，宛若小太阳一样的女生。所以长大后，他就疯了般的找江婉婉。这种疯子的爱可不是一般人能招惹的，所以在我及时察觉到不对劲时，拦截了陈燕那边的消息，他才一直没找到江婉婉。他以为找到了他的救赎，可在江婉婉眼里，这就像吃了屎一样恶心。江婉婉自诩高人一等，她找的鱼都至少是要干干净净、家世上等的，才勉强配得上他。现在他却发现，一直恩恩爱爱的人过去，在他眼里就像侏罗爬虫。和陈燕在一起，无疑是亵渎了他，都不用陈燕去找他了。江婉婉直冲小破屋，又是一通打砸。他用着他的名牌包包，使劲往陈燕身上砸着，又绝不解气，接连扇了他好几个巴掌，输出着世间最恶毒的话语。你这个恶心的渣子，竟然敢肖想我！一条卑微的狗，不拿根狗绳拴好自己，还跑出来亵渎我，你凭什么呀？江婉婉歇斯底里地咒骂着，在他心里，此刻的陈燕就应该任由他打骂，甚至还得跪下来求他原谅。可他忘了，疯狗是会咬人的，尤其是这种长期被人看不起的疯子。一旦他心中纯洁无瑕的白月光幻灭了，他怎么可能不反咬一口？突然，陈燕猛地站起来，猩红的眼睛藏着疯狂，他死死掐住江婉婉的脖子，笑容几乎快咧到耳后根。婉婉，怎么连你都瞧不起我？你怎么能瞧不起我呢？说呀，你他妈说话呀！江婉婉被猛地甩到墙角，她捂着嘴，胸口咳嗽着，眼里再没有高傲，全是害怕。陈燕好像被他的眼神刺到了，她跪在他面前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婉婉，
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，我只是有些情绪激动。你原谅我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他头发散乱，胡子拉碴，开始在地上磕头。江婉婉狼狈地爬起来，想要往外跑，却被后面的人一把拽着头发拉了回去。头皮撕裂般的痛让江婉婉尖叫出声。疯子！宛若恶魔低语的话一般在他耳边响起。跑什么？你不是说过爱我，要永远和我在一起吗？他的手轻轻抚过江婉婉的脸颊，激起一片战栗。婉婉，你亲眼看见了我小时候的苦难，那时候的你，动动手指就能救我于水火之中。可你为什么不帮我呢？那根巧克力是你用来打赏乞丐的吗？陈燕语调中带着缱绻和柔情。当回忆的美好滤镜退下，真实的丑陋就会暴露。我爱你，你也要爱我。我所受过的苦，你要是经历了，一定会理解我的，对吧？和我预想的没错。陈燕这种人，在知道想象中的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，那么他就会千倍万倍地还回去。甚至这种疯子扭曲的心理，让他愿意看到的曾经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人卑贱地跪在他腿边求饶。江婉婉被陈燕囚禁起来了，陈燕在外边越焦头烂额，就越喜欢回去折磨他。江婉婉一点一点经历着他小时候的生活，被一根狗绳拴着，吃着陈燕剩下来扔到地上的残羹剩饭。一开始被害怕恐惧时刻压迫着神经的他，不管不顾地大声叫唤谩骂，幻想着有人来救他。陈燕嫌吵，便用狗嘴罩绑着他。而且自从陈燕发现打江婉婉可以让他变得越来越谨小慎微，越来越像他小时候乞丐的样子，他就更加兴奋了。我看着私家侦探发来的最新照片，每一次江婉婉试图逃离，都会被陈燕抓回去，迎接更残酷的惩罚。我冷冷看着这些照片，江婉婉现在所受的苦，远不及当初她一刀刀割下我的皮肉来的痛啊！想到上辈子的事，我眼里再次浮现出不可控的戾气，恨意将我包围，瞬时间，一整个人都仿佛坠入冰窟，浑身冰冷刺骨。蓦地，一双手将我从万丈深渊中拉出。阿鱼，他的下巴搭在我的颈窝，将我抱了个满怀。我不知道沈记是什么时候走过来的，我只知道他是我仅剩的温暖了。我紧紧抱着他，汲取着这点暖意。等反应过来时，我才慌里慌张地试图将桌子上的照片藏起来。我害怕了，我不知道怎么解释，也害怕让他看见我冷漠可怕的一面。阿鱼，看着我。沈记用双手轻轻将我的头扭正，让我的眼里只剩他一个人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沈记，阿鱼，不要害怕，这一切都不晚。我愣愣地看着他，这一刻，我知道了，他也重生了。沈记的眼里被心疼和爱意占据，他闭上眼，抵住我的额头，不要让这种人脏你的手，剩下的交给我。月光下，两具身体紧贴着，胸腔里是两颗疯狂剧烈跳动心脏，砰砰撞击着。1周后，江婉婉和陈燕破烂的地下室突然燃起熊熊大火，大火肆虐地吞噬着整个屋子，只剩下一片灰烬狼藉。但俗话说，好人不长命，祸害1000年。在浴室的角落里，江婉婉用湿衣服包裹着自己，而她身上盖着一具被火烧到浑身脱皮的尸体。但到底是英雄救美人的深情戏码，还是江婉婉背后捅刀，那陈燕当人肉盾，就不得而知了。我琢磨着婚礼的细节，却在听到江婉婉传出来的疯话，停下了动作。助理在一旁有些犹豫地说道：江婉婉在医院从醒来后就一直嚷嚷着她是江总，
烧死的应该是这类疯话。医生说大概是精神被刺激到了。一旁的沈记脸上划过狠厉，他难道是……我握住了他的手，轻轻拍了2下。沈记，我们去医院探望一下他吧。我的表情有些兴味，凑在他耳朵旁，轻声道：我们去做一对恶人夫妇。医院的病房里空荡荡的一层，传来江婉婉撕心裂肺的喊叫声。我走进病房门口，只见江婉婉像木乃伊一样被包裹着捆在床上，又像条蛆一样浑身抖动着。我才是江献瑜，我才是！你们快放了我！我可是江家大小姐，江氏集团的掌权人。我握着门把的手顿了一下，看来他也重生了呀，脸上的笑容逐渐变态。我笑了笑，正好，新仇旧怨一起算了。妹妹这是真疯了。我笑意盈盈，悠然自得地往病床旁的椅子上坐下，顺手拿起个苹果，一点点削着。江婉婉跟见了鬼一样，唯一裸露出来的眼睛瞪得老大。江献瑜，他好笑的大脑袋疯狂摇着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江献瑜已经死了。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我瘪了瘪嘴，瞧瞧这可怜样，是真被烧成神经了吗？我拍了拍手，门外的2个保镖小心翼翼地把一面全身镜搬了进来，放在江婉婉面前。后面跟着2个医生靠近江婉婉，缓缓解开她身上的绷带。怎么样，妹妹，看得清吗？我十分贴心地询问，仿佛我又是那个一心对她好的姐姐。啊，这个丑八怪是谁？镜子中，一个女人被烧得浑身脱皮溃烂，可怖的疤痕遍布全身。不可能，这不是我。她伸出手想抚摸自己的脸，来确认镜子中的这个人是谁，却被像枯老腐烂的木枝一样的手吓到。江献瑜，我要杀了你！她瞳孔猩红，怒吼着。我捏着帕子，隔着布掐上她的下巴，这就受不了了。江婉婉，你说这是不是报应啊？江婉婉不可置信。你也啊！锋利的水果刀狠狠扎进她的肉里。我眨了眨眼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手滑拔出的那一刻，又一个不小心，刀刃再次插进江婉婉的手中，一下又一下，鲜血染红了床单。江婉婉疼得蜷缩在一起，就像一条丧家之犬，开始向我摇尾求饶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！江婉婉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喊着。你答应了爸妈要照顾我的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我是你的亲妹妹，是你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。呵，我的目光冰冷。你当初害我的时候，可有想过我是你的亲姐姐？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江婉婉眼神像是淬了毒。有本事你就杀了我！杀你！我嗤笑出声。那可太便宜你了，你享受了我那么多年的付出，现在还轮到我收成了吧？好妹妹，你还记得林家那位少爷吧？江婉婉浑身颤抖，她看着我，眼里的情绪全部被恐惧取代。林氏和江氏联姻，他们点名要你呢。林家这一脉只有林城一个男丁，却偏偏是个超雄。而这件事情被爆出，可是因为江婉婉呢。自从林城出生后被诊断出了超雄，他就一直在接受治疗，对外装的温润如玉，而林家也一直瞒得很好。可就在林城的成人礼上，江婉婉不知道从哪里得来他是超雄的消息，他决定给这个不用正眼瞧他的大少爷一个教训。他给他下了刺激性的药物，让林城在豪门媒体前发疯。于是林城原本瞩目的成人礼，因为江婉婉变成了全城的笑话。林城对江婉婉可谓恨之入骨，但顾及着江家和沈家，他只能将这口气咽下来。现在得知江婉婉都快被我扫地出门了，林城知道
他报复的机会来了。我笑了笑，林家是豪门，定不会让你吃苦的。只身往外走，我没再理会身后江婉婉各种各样的哭声、咒骂声等等等等。阳光透过窗户洒了进来，我看见了走廊尽头有个人一直陪伴着我，永远永远陪伴着我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